刚刚发布的小米手环5。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体验一下，这应该是全球出货量最高的手环系列了。如果你比较关注的话呢，其实它在前面把它的功能和更新呢全部都已经发出来了。这一次呢，说实话啊，它的更新呢并不是特别的大。首先啊，我把这两个手环我先倒两下啊。OK， 你能看得出来哪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吗？因为这次在外国 ID 上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只是把这个屏幕还有就是它中间的这个米粒儿吧，这个增大了一点点。这个仔细对比的话啊，你能发现这个新款呢确实要稍微大那么一点儿。这次呢它主要是有7个改变啊。首先来说硬件方面啊，它的这个传感器更新了啊，这一点上没办法给大家实测，就是我之前感觉它这个传感器还行啊，就是对你的这个模式识别反正更加精准一些，这个是第一个硬件改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加大号的这个屏幕，但是啊，这个确实感知并不是特别的强。这个我们打开的话，反正有一些设置的界面里边能感觉它显示的更多了一些。反正亮度啊，各个方面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次还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更新，就是它之前啊是一个卡扣，这个扣的上面，这次呢它换了这种小的这种磁吸式的充电头，有2个触点，你大概往这一放，它会吸附上。这个也比较方便携带，就非常小巧，一拽呢它就掉下来了，是一个磁吸式的。硬件方面呢就这3个改变，但是在软件方面呢更新还是不少的比如说它支持了这个云闪付的这个功能，这个就如果你要是用这个银行卡云闪付的，你知道啊，这也是现在推的比较多的一种支付方式。当然这个支付宝还是最方便的啊，这上面是可以直接支付宝离线支付的。还有就是11种更加专业的运动模式，不过我现在这个软件版本里边好像是还不支持啊，我这个还是比较早的。另外还有就是专门的女性模式，这个就像苹果 Apple Watch 里边的那个一样，就是它可以记录你的生理期，然后这个就是对女性来说更加友好的一点吧。最后一个我也觉得是这次应该是比较好玩的这个升级点，也是感知度最强的，前面那个感知确实不太强就是可以拿手环来控制拍照我们准备了一个K30 Pro 这个听说你的最低价已经跌到了2000以内了，是吧？无论是前置镜头还是后置镜头，拍一张，配合这个手环的震动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玩的一个事儿这个主要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没人给你拍照的话，或者说比如说你正在进行合影的话，你们可以拿这个手环就握在手里面，然后把手机架在那儿，然后直接点，然后它就可以拍照了这是一个相当于遥控器吧。我这是 NFC 版它有 NFC其他的功能跟之前的这个都一样我就不再过多介绍了。它的升级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其实在这个很小的这个东西里边，因为这个小米手环它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产品了，确实比较难做那种比较大的改变在购买的建议上呢，我说2点。第一个就是手环之间的选择，如果你之前呢是小米手环的忠实用户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更换，就是更换的这个动力并不是特别的大，因为虽然说这个屏幕大了点，但是日常使用中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比如说你以前没有接触过手环，想入手一个手环，尤其是小米手机的这个用户的话，其实这个第5代呢，它的功能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因为小米手环4的时候，它的功能已经就趋近于完善了这个呢就是做了一些细节上的加强。在我们发这个微博的时候呢，有很多小伙伴反馈说这个是吧，200多块钱，然后这个几百块钱我就可以买这个手表了。有很多这个手表产品都是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我觉得这个呢还是2类产品就是手环跟手表比如说这个 Color 它的功能也并不是太多，感觉它就是一个大手环。但是这个手表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装饰性的。就比如说我戴在手上的时候，这手表明显确实还要更好看一些这个比如说你再换一个彩色的表带，这个手环呢确实它显得很简陋，这个在装饰属性上呢并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它是2类产品就完全不同的。但是在很多场景下呢，比如说跑步，或者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戴一个手表，这个比较重比较大，这个有的时候会碍事儿。这个手环呢确实要更加轻便一些，这个使用场景上呢不一样。关注咱们的极客粉丝或者说大学生比较多这个我的建议是呢，其实几百块的这个手表其实更好一些，因为毕竟还有一些装饰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外观 ID 上我觉得就是下一代可以换一下外观 ID 了，让大家有这种更换的冲动不管怎么说小米手环系列也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这个手环系列嘛
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的 B 站、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后期的新机和新产品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你带来首发体验。尤其是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商城全在里面，都可以扫码关注。不过关注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哎，我拿错了，这个是新款。